江湖传说，政治局秘密加开了一场扩大会议。我们脑补一下当场的画面。5月艳阳天，中南海里传来一阵阵不寻常的咔嗒咔嗒声，那是北京高层大佬们茶杯碰桌子的节奏。政治局居然秘密加开了一场扩大会议，主题只有一个字：废。废谁？习近平。习的老朋友们也不得不一一表态，划清界限。当所有人都变了脸，只有习总的朋友圈管理员蔡奇沉默了。大家都以为他死机了，其实他脑子在飞速的运转，站哪边能活得久一点。这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吃瓜群众都等不及了。蔡奇到底是站着进去的，还是跪着出来的？蔡奇是要掉头跟着团派混呢，还是死忠到底，跟着习隐退江湖呢？再捋捋习近平和蔡奇近期各走各路的行程，差不多也能摸到点蛛丝马迹。蔡奇大概率是反水了，或者虽不直接背叛，但也不陪葬。也就是说，蔡奇不会主动拉习近平下马，但习真要退，他也不会拦着，甚至可能还会笑着帮习开门，好走不送。您好，这里是希望世界识海秘辛，我是小峰。习近平近日去了河南洛阳的白马寺和龙门石窟，脚步蹒跚，鬓发花白。至于整场视察的重点是什么，无非3件事：看佛像、闻香火、避风头。习抬头望着山崖上的大佛，心里默念的不是佛经，可能是此去一别，谁到底还跟我走？此行跟他走的是伴郎亲信何立峰，以往在身边鞍前马后的蔡奇呢，临时扫码离场了，自己单飞唐山，独走河北线了。一个河南，一个河北，和习近平分头行动，这在过去蔡奇可不敢。习去哪，随从标记蔡奇必在哪。这回居然开小差，怎么突然不忠诚了呢？看来他是要和临时抱佛脚的那位分道扬镳了，不陪拜佛，不陪演戏，跑去唐山放狠话去了，带头过紧日子，整治吃喝风，还要学查收，揪四风。这四风是个啥东西？包括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、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。奇怪的是，这么充满文革味道的讲话，蔡奇却只提了1次习总书记，这跟他平时一天念10次2个维护的标准频率相比，简直像打印机漏碳粉了。蔡奇最近有点忙，除了下基层表现，还忙着试图和宫斗新剧本的导演编剧们见面读稿交心了，也很快上交了他的投名状，真是昔日舔得欢，今日打得很。你说这蔡奇啊，原本是习近平的贴身大秘兼保镖，习思想的御用传声筒，结果如今风向一转，嗓门变了。这不，中办关于防止极左思想干扰大局的通知就这么发出来了，措辞之狠，连定于一尊、一锤定音都敢点名批评，这不是明摆着打谁的脸吗？文件中严厉批评了近年来党内存在的个人崇拜、形式主义以及斗争代替发展的错误做法，要认识极左思潮的危害，并防止文革式做法复燃等等。这份文件恐怕习近平也看到了，还感觉被针对了，知道是蔡奇操刀的，气得要张口骂人了。这个心狠手辣的东西，昨日的忠臣，今日的叛将，看来最忠诚的狗也要咬主人一口了。有人说蔡奇这是回头是岸了，也有人说他是闻到了墙倒众人推的气味，想着再不跳船就来不及了。
毕竟元老和红二代已经下场热身，军方也开始擦枪试弹。据说习近平最近倒是爱上佛门清净，每天早上不再批示，而是诵经祈福，估计连保镖都换成了会敲木鱼的。这个时候，蔡奇一拍脑门，不能再抱这棵快倒的大树了，我要转向。于是就有了这纸文件，既打极左，又贬个人崇拜，把过去几年自己呐喊的话全用公章否了个底朝天。蔡奇这一跳，动作干脆利落，比跳水冠军还专业，连水花都没溅起几朵。习家人马一看，哦，原来还可以这样跳，那咱也备份个文件先。现在形势紧迫，大家还是保命第一，忠诚还是便捷，这些名头还是都靠边站一站了。所以除了蔡奇忙，政治局常委的其他5人也没闲着。人民报引述消息说，蔡奇的举动引发众人的离心离德，丁薛祥、赵乐际、李希、李强、王沪宁均与习近平保持距离。丁薛祥被传可能在4中全会接任总书记，赵乐际与江派联系密切，李希配合军方清算习近平的军中亲信，李强早已厌倦背锅，王沪宁则在起草后习时代的人事布局。可怜的习近平终于成了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了。但观众朋友，这哥几个都是曾经伴军的习家将啊，您觉得他们跑得掉吗？会不会和习近平一起打包被直接送走啊？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，看着今天蔡奇的这波操作，实在是手痒痒没忍住，搜索了一下他以前对习近平的忠诚和吹捧，那个肉麻程度，观众朋友您还是自己来听吧。蔡奇曾经刺刀见红，驱逐北京低端人口，替习顶骂名背黑锅。蔡还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，表态我们一定要把习总书记的重要思想作为案头卷、工具书、座右铭，带着感情深入学习。他不忘称赞习近平有非凡的雄才大略、远见卓识和领袖风范，说习为防范新冠疫情提供了定海神针，还说习核心是党的主心骨、顶梁柱、定盘星。他还称赞过习近平总书记是新时代党和国家各族人民的领路人，他也是我们衷心爱戴的人民领袖。还说习思想是一本读不完的书，只要坚持不懈学下去、悟进去，就一定能创造出更多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，等等等等。哎呀，实在是读不下去了。蔡奇的这些话，当时真正能听得入脑、入心、入魂的，恐怕只有习近平一人。现在啪啪被打脸的，也只剩下习近平一人了。蔡奇就是凭着这一身的本领，力压李强等人，成为习近平第一宠臣，甚至曾经打造出见蔡如见习的局面。蔡奇和习近平年轻时的经历很像，他俩都插过队、下过乡，也都当过工农兵学员。蔡获得的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和习拥有的法学博士学位，二者的含金量也难分伯仲。他们早年在福建和浙江共事长达20年之久，私人友谊的小船划了这么久，还是被一场政治的大风给掀翻了。习家军上位的时候，真正的搭档是习老板配上他最得力的斜杠打工仔蔡奇。习家军的2大帮派，蔡奇的福建帮曾经是风生水起，气势如虹，而李强的浙江帮呢，只能躲在角落里喝西北风。李强的总理位置活脱脱的是挂名的副班长，后来连举手发言的机会都快没有了。在与蔡奇的较量中，他是场场败下阵来。第1回合
2023年，京津冀遭遇滂沱大雨，洪水滔天，河北高层一边顾着保面子的雄安新区，一边慌了神，连夜给李强发微信：哥，快来救火，不是快来救水。可惜李总理不是消防队，也没带救生圈，毕竟他手下没警察，没国安，没武警，没军队，连条像样的橡皮艇都没有，最后只能转头求蔡奇出马。蔡奇出场自带音效，大内总管道，直接调动国家力量保住了雄安，但顺手把水往河北涿州一放，哗啦啦洪水奔腾，河北多地泡汤。面子工程保住了，蔡奇的党魁忠诚分又飙升。从那一刻起，李强的总理光环开始断电，蔡奇则一步步登上了摄政王的位置。这一回合，日经新闻当年就是这样裁判的。接下来下一回合，同年的一带一路国际峰会上，李强本以为自己好歹是个总理，总应该有点戏份吧，结果还是蔡奇抢了剧本，霸占镜头，争夺 C 位。李强忙啥去了？一边写检查，一边呐喊着：习导演，我是不是拿错剧本了？更惨的是，去年两会，李强的话筒都被拔了，总理直接换成了静音模式。回想他当年在浙江搞店小二精神，就是政府官员要给企业服务，就像店小二一样，企业家是顾客。没想到来了北京，自己还真成了店小二，只不过连点菜的权利都没有了。掌柜的是蔡奇，老板当然是习总。一旁的李强只剩下擦桌子的活和喊欢迎光临的份儿了。反观蔡奇，他开挂的斜杠人生曾包括中办主任、习办主任、党建领导小组组长、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等等。中宣部、中组部、国安部也都被蔡奇掌控，简直就是党政界的全能工具人，官方认证的活体多功能办公室。李强握着总理的名片，但蔡奇握着总理的遥控器。其他选手上场也没用，福建帮的公安一哥王小洪和副总理丁薛祥，这两个人实际上对蔡奇一直怀恨在心，一直想联手把蔡奇搞下去，尽管他们仨都是一伙的。独立电视制片李军在精英论坛节目中爆料，丁薛祥在20大之前，他是蔡奇那个位置的，是党内第5号，而王小洪是进政治局的。但是为什么后来出问题了？这两个人其实都是被习近平各打了50大板，就是因为蔡奇了解到王小洪在北京有些小动作，习近平不知道，蔡奇跟习做了汇报。汇报之后，因为王小洪的一些事是跟丁薛祥两人私下说的，等于是背着习近平做了习不放心的事情，导致王小洪没有进到政治局，丁薛祥也被派到国务院做常务副总理，而蔡奇趁乱上位，力压群雄。去年年底，网络传出蔡奇的儿子出事了，一种说法是他被中纪委带走，也有说是出车祸了。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以前的令计划，他的儿子当时也是先出车祸，随后牵扯到自己的中办主任都丢了。蔡奇现在明面上还算是中共的2号人物，但从历史上看，2号人物都没好下场。刘少奇被斗倒，林彪坠机身亡，李克强走得不明不白，这些都是蔡奇的前车之鉴。另外，中办主任在高层权斗中也都扮演着重要角色。文革时的中办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，就是后来抓捕4人帮的关键人物之一，他曾是毛泽东晚年最信任的人之一。那么蔡奇会不会在最后一刻给习近平倒戈一击呢？这里是希望世界识海秘辛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。
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